吴老星名字有什么深意？洛克斯海贼团会复活吗？大家好，我是卓本。最近海贼王的剧情总有一种在完结和挖坑之间反复横跳的奇妙观感。就在最新的1073话中，被尾田钉在盘古城那张沙发上长达数十年的吴老星，终于第一次下凡了，剑指贝加庞克。另外一边，贝加庞克凭借数十年前留下的克隆人，成功反杀西皮特工，并且现在看来，斯图西并不是唯一的克隆人。世界第一头脑还有很多秘密。先来聊聊本话最大的爆点，即是末尾出现的吴老星之一杰加尔西亚萨坦圣。这是海贼王连载26年来吴老星首次公布姓名，大家的关注点都在萨坦这个名字上，因为它即是太阳系行星之一的土星的英文名称。再进一步溯源的话，则是来自罗马神话中的农业之神萨图尔努斯。这样看来，吴老星称号里的星有可能取材自太阳系中的行星，除了土星以外，维纳斯、莫丘利、朱比特、马尔斯等等名字，有可能就是剩下那4个还没有被正式公布的吴老星的姓名。如果算上之前戏份不少的月球，这些行星卫星就凑成了月火水木金土。而这个古怪的名字，就是当年学生时代的尾田第一次给 Jump 投稿时使用的笔名。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翻翻我之前那一期尾田漫画创作的故事。而如果不算月球这颗卫星，只看太阳系中的行星金木水火土星，加上海王星、天王星和冥王星，以及故事所在的地球，刚好凑成了9大行星。海王星、天王星和冥王星在海贼王中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符号，3大古代兵器的名字。天王星即乌拉诺斯，冥王星即普鲁托。比较不一样的是海王星尼普敦。尼普敦是罗马神话中的海神，而海贼王中古代兵器海王则是名为波塞冬，取自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吴老星代表着世界最高权力，而3大古代兵器又是最强大的力量。再算上目前子态不明的地球，这9颗行星一起围绕着恒星太阳公转。而太阳在海贼王中已经有了个非常明确的指向，太阳神尼卡。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奥哈拉全知之树内那座巨大的天体仪，地球之外有6颗星球，如果其中1个是月球的话，剩下5个也许就是金木水火土星。海贼王中的宇宙观早已存在，当年安妮路去月球冒险的时候，就遇到了宇宙海贼团。尾田对宇宙、天体等等元素的喜爱，在最近的单剑岛篇也有所体现。露娜里亚族也就是月球族的意思。贝加庞克的实验室内也有一座类似星座图的仪器，而贝加庞克的6个分身又被称为他的卫星，本体则是被称为恒星。说上这次的吴老星名字，尾田在单剑岛篇里大量使用的星体元素，是想表达什么含义吗？首先，卫星至于行星，行星至于恒星，都是一种从属的关系。当贝加庞克本体面临危险时，作为分身的世家会抱着牺牲的觉悟来保护本体的安全。吴老星与伊姆之间的关系应该也是类似。吴老星名义上是世界最高权力，但他们却对坐在虚空王座上的伊姆俯首称臣。伊姆才是凌驾于世界最高权力之上的真正的世界之王。伊姆和吴老星互为表里，通过世界政府这个庞大的统治机器来掌控世界的实权。伊姆就像一颗恒星，而金木水火土吴老星都必须围绕着恒星运行。但太阳其实也是一颗恒星，也可以构成一种新的秩序。所以从概念上来说，伊姆和太阳神是一种竞争关系，象征着海贼王世界2种不同的精神，2个不同的核心。如果在800年前，伊姆所代表的世界政府势力战胜了太阳神尼卡所代表的乔伊波伊，统治了这个世界，那么作为这个时代乔伊波伊的路飞，也就注定将会再次挑战伊姆，改变这个世界的运转秩序，即5颗行星重新回到太阳系的运转中。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也是在吴老星出现的这一话里，尾田又刻画了一场海军欺负平民的戏码。拉特尔上校带领萤火海军如同海贼一般闯入了斯芬克斯岛，不惜对平民出手，也要拿到白胡子的财宝。这种强盗行径根本谈不上海军的正义，所以这一话里都没有正义大义的特写，唯一一个背影，正义还是糊掉了。这伙海军之所以敢这么嚣张，问题还是在于世界政府加盟国这个制度，不交天上金，没有成为加盟国的地方都不会受到法律保护。所以乔伊波伊或者说路飞一直有一个隐藏的任务线，就是找到王必死，重塑这个世界。可以肯定的是，大结局的时候将不会再有世界贵族的存在，但世界政府和海军会被保留和改变，成为真正能够守护大海和平的力量。总的来说，目前仅凭吴老星之一的名字是土星，还难以得到更多确切的结论，只能从一些概念化的线索来简单推敲一下。不妨先来看看萨坦的出场对接下来剧情会造成哪些影响。在之前的1069话里，元帅世选曾经透露海军有一个作战计划来应对贝加庞克，现在看来很可能就是让黄猿去请吴老星协助解决单间岛事件。吴老星很重要一个作用在于，他们拥有炽天使的最高控制权，比贝加庞克还要高一级，是炽天使真正的主人。为了确保能够回收炽天使的力量，让任何贝加庞克施加的命令无效化，就算再麻烦，也必须让吴老星亲自出马了。而另外一个原因，很可能与当时香克斯在胜利玛丽乔亚与吴老星会面时谈到的某个海贼有关。贝加庞克也许握有让某人苏醒的重要力量，我们后面还会聊到。而至于萨坦本人的战力，从他老人家脸上的伤疤来看，年轻时应该也战斗过，但现在走路需要拄着拐杖，似乎年岁已高。吴老星常年待在盘古城中，可能许多年都没有亲临战场过。尾田营造出了一种吴老星不会直接参与战斗的感觉，但越是这样，可能越会给我们一个意外，
能力者就算岁数大了，也不妨碍他们发动能力。五老星作为拱卫一母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完全没有战斗力，只是一个权力象征，反而很不正常。所以萨坦应该也身怀某种能力，并且是非常强大的力量。值得在意的还是萨坦对黄猿说的那句话，他以前曾经见过一次贝加庞克，会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呢？按照之前永志的说法，Max 研究所最后的结局是因为发现了血统因子理论，被世界政府强行收买了。五老星应该是看中了贝加庞克这些人的科学技术，想要让贝加庞克实现世界政府数百年来没有完成的人类巨大化实验。萨坦与贝加庞克的会面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也就是 Max 被收买的22年前。1074话中确认了斯图西才是那个与贝加庞克通话的神秘人，并且他在 CP 中的潜伏时间长达20多年。贝加庞克在22年前成为了政府的科学家，与斯图西潜伏的时间吻合，很可能 Max 在被收编时，作为克隆体的斯图西趁机掩盖了自己的真正身份，顺势加入了世界政府，后来又凭借实力成为了 CP 基友之一，但其实一直站在所长贝加庞克这一边。真碟中谍。之前在猜测神秘人身份时，我曾认为会是假巴，也有不少小伙伴提出不同的猜想，反而斯图西是被怀疑比较少的一个，因为他有一些不在场证据，比如他如何逃过路奇尔考古的注意力，用电话虫与贝加庞克联系。尾田看来暂时不打算给出解释了，也许会成为下一次 SBS 里的提问。应该说，我们和路奇一样，对斯图西的跳反相当意外，但更意外的是他处理路奇的方式。这一套丝滑连招，先骗再偷袭，直接把三人组中最强的路奇放倒，避免了正面战斗。斯图西承认自己与路奇和卡库之间的实力差距，所以用了这种聪明的战斗方式，也算是给战力党们一个交代。贝加庞克最后让斯图西一起撤离，其实也是呼应了上一话，贝加庞克将他当成了真正的人类，只有平等的看待克隆人，才会在乎他的性命安危。克隆人这个话题，随着本话 Miss 巴金的身份自爆，越来越有意思了。不枉费上周分析花了一些时间做了这张人物关系图，与我们上周猜想的一致。Miss 巴金就是曾经的 Miss 巴金汉斯图西，并且是克隆人斯图西的本体，同时他还具备双重身份。第一种身份是原洛克斯海集团船员，自称科学家，推测他在年轻时也会搞点奇怪的研究。这种科研素质成为他之后能够投靠贝加庞克的前提条件。所以巴金的第二重身份是 Max 研究所史克，本名白金汉斯图西。史克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在主人家里吃前饭的客人，大多数情况下都没什么用，但是他们偶尔会有一些特殊才能，能在关键场合发挥奇效。巴金这种伪科学家应该具备某种特殊价值，贝加庞克才会让他加入 Max 研究所。上一话分析里，我们倒推时间线，认为 Max 研究所与洛克斯海集团活跃的时间有关联性。再联系到巴金之前在洛克斯海集团一直挂着科学家头衔，说不定他早就与 Max 研究所取得联系。毕竟贝加庞克这么喜欢安插间谍，而巴金则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了洛克斯海集团船上那些怪物级别强者的血统因子。凭借这宝贵的资源，巴金在洛克斯海集团覆灭后，顺利成为了 Max 的时刻，并参与到克隆人的实验中。目前官方设定中，白二世的年龄是35岁。为什么在之前35年里一点消息都没有呢？答案只能是他出生时就已经是35岁，而 Miss 巴金选择在白胡子死后的2年间才让白二世登场，也说明了他不敢让白胡子见到白二世，不然当年的秘密就会曝光。白胡子在顶上战争战死时是72岁，而洛克斯海集团巅峰时期即神之谷大战时，白胡子大概36岁，与35岁的白二世只有1岁的差距。这1年的时间，应该就是巴金待在洛克斯海集团的时间。他拿到的就是35或者36岁的白胡子的血统因子，所以后来白胡子的克隆体的年龄就是从35岁开始。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巴金能够那么有底气地告诉马尔科，白二世就是他和白胡子的儿子，并且有血缘关系，贝加庞克可以作证。也许就是因为白二世是由巴金的血统因子和白胡子的血统因子一起打造出来的克隆体，所以白二世才继承了老爹年轻时的强大的力量。现在白二世被绿牛抓走，经过抽脂手术后，说不定原本臃肿的样貌会变得更像年轻时的白胡子。那么如果白胡子有克隆体，会不会大妈、凯多、金狮子这些人，甚至洛克斯也有可能存在克隆体呢？斯图西既然是第一个成功的克隆体，也就意味着还有其他成功的克隆体没有登场。之前杰尔玛的克隆技术，5年时间就可以培养出一名20岁的士兵，按照这个速度，10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把当时洛克斯海集团的强者全都复制一遍。但白二世却被巴金藏了许多年，也许有某种技术可以将这些克隆人暂时沉睡封存，等到合适的时机才唤醒。毕竟斯图西这些早期的克隆人看起来都有比较强的独立人格，和杰尔玛那些绝对服从的士兵不同。可想而知，洛克斯海集团如果有克隆人，那么如何控制住这群危险的怪物，应该是个难题。总的来说，从生物角度复活洛克斯海集团已经不再是个空想。现在再来看957话时，藤虎说的那句大写加粗的“洛克斯要卷土重来了吗？”该不会又要成为预言了吧？自从洛克斯海集团这个传奇浮出水面后，尾田一直在陆陆续续的给这个团增加戏份。从最开始的凯多、Big Man 到后来的王之，现在又多了个 Miss 巴金，越来越多的故人出现，隐隐有种感觉，洛克斯与神之谷的故事一定还有后续。这周分析聊到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开始信息量庞大又杂乱，但都跟一个人脱不了干系，贝加庞克。
他串起了所有线索，四游戏由他创造。密斯巴金曾经是他熟人，白二世的身世之谜他知道。我老星萨坦为了他而来，但他老人家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失踪了。在解决掉时间城的 CB9 之后，警民底下的普通特工根本无法阻止草帽一伙和贝加庞克离开。偏偏这时候，波尼和贝加庞克不见了。旁白对贝加庞克的失踪说明，似乎既可以指向一化波尼与贝加庞克的争执，也可以是刚刚又发生了新的状况，又有未知的势力出现，试图掳走贝加庞克。别忘了，那个将边界穹顶关闭的凶手还没有找到。无论是哪种情况，尾田都是在强行让单电岛故事继续发展下去，拖到黄猿的大军到来，包围岛屿和路飞交手，用大场面来结束这个篇章。另外一边的斯芬克斯岛，马尔科虽然感激巴金和白二世救了村庄，但要让马尔科救回被海军抓走的白二世，有很多现实的困难。比如事情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在茫茫大海，马尔科应该去哪里找那艘船呢？属实有点为难。但是从时间点来看，绿牛在和之国篇的尾声曾经短暂出现过，并抓走了百兽团的残党。当时他就要求派一艘军舰来带走这批罪犯，而那会海军忙于平息各国的叛乱，能够抽调的军舰并不多。会不会后来派到和之国的军舰就是袭击斯芬克斯岛的拉特尔上校的那艘军舰呢？也就是说，白二世和百兽团残党被关在一起了。消失了很久的比格曼和凯多也该有所行动了。如果凯多去营救自己的属下，说不定会顺便救下白二世。当他看到白二世那张脸的时候，不知道会有什么感觉。期待一下后续的故事吗？以上就是海贼王1000系列3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我是朱亚本，我们下期见啦。